大家好，又到了每周的全球军事资讯时间了。大兵总结了一下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：美国对乌援助了45亿美元；波兰建议德国在乌克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；希腊援助俄制防空系统；乌军摧毁了一座俄军前线基地；俄罗斯普京透露现今的首要任务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就在11月22号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，美国将再次向乌克兰提供45亿美元的财政支持，这些资金主要是用于加强经济稳定和支持核心政府服务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向外表示，这些资金将在未来几周内支付，通过巩固经济稳定，其中包括支付政府官员、医护人员、教师工资、保障老人等其他居民社会福利在内的关键政府服务给予支持，以此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战争带来的后果。而经过这次援助，美国经济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130亿美元，期间全部以赠款形式提供。另外，当地时间11月23号，美总统拜登授权国务卿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，主要用于国防用品、服务、军事教育及培训等。这次援助主要是包括为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增派弹药，150挺带有热图像瞄准具的重机枪，以此对抗俄军的无人机系统；用于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额外弹药；200发精确制导的155毫米炮弹；1万发120毫米迫击炮弹；105毫米榴弹炮和其他设备的备件；数量不明的高速反辐射导弹；150辆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；超过100辆轻型战术车辆；2000多万发小型武器弹药，以及超过200台发电机。近期呢，随着俄军对乌克兰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的一系列打击，增加乌的防空能力依然是当务之急。NASAMS 和重机枪的额外弹药将有助于乌克兰应对这些紧迫的威胁。而经过这次军事援助之后呢，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美国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90亿美元。而之后呢，为了满足乌克兰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，美国将继续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为乌克兰提供关键能力。与此同时，法新社在23号报道，英国国防部当天说道，英国将从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向乌克兰提供有人驾驶直升机，也就是3架英国海王直升机，其中1架呢已经抵达了乌克兰。该直升机最早是在1969年首飞，除了用于反潜战，还能用于突击运输和早期预警。另外，英国国防部还说到，现今已经有10名乌克兰的士兵和工程师在英国接受了为期6周的相关培训，属于此次提供的首批直升机能力的一部分。抵达乌克兰之后呢，3架海王将用于搜索和救援行动。除此之外，根据报道，英国还将向乌军援助1万枚炮弹。其国防大臣本·华莱士向外说道，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，额外提供的这些炮弹将帮助乌军守卫近几周从俄军手中收复的失地。而在上周，英国首相苏纳克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，这里面包括了125门高射炮和其他军事装备。更早之前，英国还曾承诺向乌军提供无人机。而其中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北约多个成员国已经增加了国防开支，多个国家把这方面的金额提升到占国内 GDP 总值的2%到3%，德国更是直接批准了1000亿欧元的专项资金。就在11月23号，波兰国防部长向外表示，已经向德国提出建议，将原计划运往波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转运至乌克兰，并部署在乌西部地区。这一决定让德国十分惊讶，毕竟北约的德国防空系统主旨呢是为联盟的防御提供保证。从今年1月份起，已经开始部署北约多个国家了。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在24号表示，由于此前波兰的普热沃杜夫村遭到导弹袭击，这说明乌波边境形成了一个共同区域，并且说道，我们希望尽可能的保护这个空间，保护乌克兰的城市。也正是因为普热沃杜夫导弹袭击事件，德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在21号和波兰国防部长通电话时提议，用德国的战机保护波兰领空安全，并在波兰东部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。波瓦什恰克最初呢对于该提议是非常欢迎的，而这次改变想法，其说法是这将有助于乌境内免受更大人员伤亡和停电，并且加强波兰东部边境的安全。对此，基辅军方表示十分欢迎。对于波兰的建议，有报道称，
兰布雷希特表示，爱国者是北约综合防空系统的一部分，主要是用于保护北约领土。如果该系统被部署在北约领土之外，那么需要事先和北约及其盟友讨论。根据路透社在25号的报道，目前德国正在和其他成员国进行讨论。而此之前呢，北约秘书长宣称，各国应该自行决定此类部署，并且将涉及最终使用者的规定考虑在内。就在近日，有消息显示，希腊计划向乌克兰援助立下的俄制防空系统，即6套道尔 M1和2个连的 S300 PMU1。不过，目前该计划仍然在商讨。一旦确定的话，这将是乌军获得的最先进的俄制防空系统，比之前乌军拥有的苏制防空系统要更为强大。根据相关报道，目前希腊已经接受了美国的提议，双方的谈判即将展开。而这次希腊之所以同意援助乌军俄制防空系统，有一点原因呢，就是因为此前在德国的提议下，希腊援助了乌军一批 BMP-1步兵战车，德国后续以新型装甲车填补了希腊陆军的装备空白。对此，俄罗斯直接停止了希腊俄制装备的后续维护服务，进而造成了希腊的道尔 M1和 S300 PMU1一旦出现问题将无法修复。所以希腊才决定将这2款俄制的防空系统援助乌军。截至现今，乌军只接受到了斯洛伐克援助的 S300。虽然此前俄国防部宣称已经将其摧毁，但是乌国防部是直接否认了该说法，并进行了展示。而这次希腊援助的 S300 PMU1算是冷战后俄制的 S300的升级版本，相较于苏制的更为先进，这也是土耳其采购 S400 防空系统的原因之一。不过呢，提到 S300，近期乌武装部队南方指挥部向外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乌军第122旅第185连在敖德萨区域发现了一枚俄军导弹，直接使用德什卡大口径高射机枪扫射将其击落。事后发现呢，是一枚 S300 防空导弹，这确实是有点突破三观了。虽然说尽管命中率几乎为0，但是大口径高射机枪如果要对付亚音速飞行的巡航导弹这类目标，依然是有概率可以命中并且击落的。不过 S300 防空导弹实在是难以置信，毕竟这也算是俄军的王牌了。另外呢，虽说俄军近期一直在用口径和堡垒等导弹打击敖德萨的乌军，但从射程方面来说呢， S300 就算是用来对地攻击，也基本不可能从俄控制区打到敖德萨。目前不知道该消息是否属实，或者是有可能被击落的是一枚已经飞出有效射程的俄军 S300 导弹。就在近几日的顿巴斯巴赫穆特战场方面，乌军公开了数张极为震撼的图片。在图片中呢，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，乌军组织了一次十分周密的攻击行动，直接摧毁了俄军的一个前线基地。行动之前，乌军通过卫星照片、无人机监控以及侦察小分队抵近观察，发现并且定位了一座俄军前线基地，随即便在深夜使用155毫米火炮、牵引式榴弹炮以及飓风多管火箭炮，对该基地进行了精确的猛力炮火打击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乌军无人机前往该基地确认战果。画面中呢，能够看到整座基地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在炮击中阵亡的俄军士兵以及被打爆的俄军坦克。在此同时，战场前线的乌军无人机操作人员集体出动，操控数十架微型无人机对俄军前线步兵进行了高强度打击，有效降低了巴赫穆特俄军的士气。而现今乌军冬季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由于俄军没有了树木的掩护，乌军无人机可以直接将一颗颗手雷扔进俄军隐蔽的洞口里。在战场上没有了树木的掩护，乌军呢能够更快速地发现俄军位置，并且进行精确打击，进而导致巴赫穆特战场已经成为俄军伤亡率最高的区域。而除此之外呢，由于前几天乌境内一直在下雨，地面泥泞导致乌军行动速度放缓，但之后随着地面结冰，乌军行动速度将在未来几周内加快，期间呢可能需要几天持续的低温，也就是说在12月3号到4号期间，地面条件将允许军队加快行动步伐，因此乌军将在下周很可能再次取得重大战果。另外，英国情报部门 HIA 认为，由于现今俄军优质兵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，已经很难再在顿涅茨克区域取得战果了。而情报中还提到，过去2周，俄军虽然向顿涅茨克方向增兵，但是并未取得很大进展。现今由于帕夫利夫卡和武赫达尔两地的争夺战，俄军步兵部队是伤亡十分惨重。
11月25号，在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成立1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，俄总统普京发表了目前俄方的首要任务目标，也就是发挥最大力量提供俄军需求保障。普京说道，俄方一直以来组建强大工业旗舰体系的决定是十分合理的，现今仍需在工业基础上扩大部队供应速度，加快制造实战中展示价值武器的速度，并在短时间内将更多装备于部队。另外呢，普京表示允许并鼓励各武器承包企业之间的竞争，但是必须是良性竞争。相关分析人员认为，普京这次主要是透露了2个重要信息。首先是俄军目前急需部署动员部队，而且武器生产速度仍需加快。由于现今俄军在战场上的紧急性，俄罗斯最近2个月不仅数次催促武器部门保障前线的供应，而且要求其必须生产足够的合同订单，而这必然是一个极大的压力。其次，俄军将很快部署动员士兵，侧面意味着俄军计划在冬天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。而报道此事的俄媒体也认为，一旦所需的装备和后勤达标，俄军就可以部署所有的部队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英国多家媒体曾在上月报道称，由于现今俄军重视生产新装备，反而忽视前线部队的需求，俄军多个地区的弹药和物资告急，其炮击密度已经严重下降，士气低落。再加上在本月中旬，俄军完全放弃了第聂伯河右岸的军队，甚至是赫尔松，影响深远。据相关报道，俄军和乌军前线部队已经大幅缩小了在南部战线的编队，将士兵转移到了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区域。近几周的交锋已经回到了7月份的水平。对此，许多媒体认为冬季将是俄乌双方的决赛圈。不过呢，由于乌克兰方面提前进行了国内动员，而且又得到了美国和北约各国援助的大量装备，而在东线战场方面呢，已经取得了些许优势。俄军想要在兵力上超过乌军，就必须将部分动员的30万士兵投入前线，这显然是个不小的压力。好了，本期军事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朋友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讨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